不敢进行政府间的交流，日本自民党与台湾民进党进行了2+2交流。表面上看，好像降低了挑衅中国大陆的力度，实际上性质非常恶劣，仍然在向台湾传递抵抗大陆的信号。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近期这个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和台湾就是民进党当局呢，进行了这种所谓党际间的对话或者是交流那这个事情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看到了2点。第一点就是日本和台湾当局想进行这种勾连，因为这个美国它在台湾呢是有一个协会的也就是这个民间的协会，就是美国和台湾的这个事情呢是由这个美国驻台的这个协会来解决的。但日本没有这样一个所谓的协会所以他跟这个台湾当局想勾连的时候呢，就缺少这样一个桥梁，或者是缺少这么一个据点。那现在呢，他又不敢就是用这种政府间的往来来跟这个台湾当局打交道，所以呢，他就想打一个擦边球，那就是用执政党。但是我们说呢，这个党际的交流，表面上看，它不是政府间的官方往来好像没有破这个规矩但是我们必须看它背后的这个意图。背后的意图是什么呢？既然它是执政党，它这个执政党的这些党员，或者说它相关的这些议员，他在不在政府或者行政部门或者是当局任职，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他如果是双重身份，他既是执政党的党员、议员，又是这个政府里或者是当局里边的官员，那他就有双重身份，那他这种身份就会影响到他未来做决策，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日本和台湾当局呢，实际上就在打这样一个擦边球因为他是执政党他的这一些人员可能就会对未来就是做决策的时候就是产生这种影响和干扰。那这个就是他们要进行这种所谓2+2这种会谈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美国它是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的。它出售武器装备之后，必然导致两岸关系的恶化，必然导致中美关系的恶化，必然是会向台独势力传递错误的信息。那么这是美国能干的，但是日本他干不了这个事儿日本他不敢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他不敢就是跟这个台湾有这种就是公开的政府间的所谓政府间的就是官方的这种往来。那怎么办呢？他就要把台湾当做一张牌来打，就是利用台湾当局这种挟洋自重的心理，因为台湾当局是想挟洋自重的那日本虽然不像美国有这么大的这个能量，无论是军事上的这种能力还是经济上的能力但是毕竟也是一个就是离台湾很近的一个经济上的强国，也是一个非常强的邻居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台湾当局想利用日本，从日本捞到好处，比如说取得一些这个科技上的帮助比如说取得一些其他方面的这种支援因为这个日本政府的官员有的时候或者是说近期也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跟着美国鹦鹉学舌所以这个是台湾当局要利用的。而日本呢，恰恰是想发展这种就是跟台湾当局的这种勾连，来对台当局呢来进行支持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达到什么呢？就是破坏两岸关系，然后把台湾当做一个棋子来使用。因为他认为，如果就是两岸的中国人打起来，那当然不但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日本的利益日本很希望这样因为现在我们和日本之间存在着钓鱼岛主权的争端那现在我们看台湾当局对这个钓鱼岛问题他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他的这种卖国求荣的这个嘴脸暴露无遗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反而会通过这次2+2的会谈，把台湾当局的这个卖国主义的这个嘴脸暴露得更清楚就是
中华民族是大义放在前面，还是这个台当局的这种分裂的势力是放在前面啊？这个问题我们就非常的明白了。那说这个2+2的会谈会对地区的局势或者会对未来的局势有什么重大的影响吗？我认为不会，就是通过这样的所谓2+2会谈，我们对日本啊，就是这个执政党参与啊这个会谈的这个执政党和台湾当局的参加会谈的这个执政党，对他们的这个企图看得更清楚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们这种谈也是得不到什么好的结果的，因为他们是各自都是想利用对方，而不是说他是想帮助对方，所以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正因为有了这种勾连，可以使我们更警惕的看到，就是外部势力对这个台湾分裂势力的这种插手，对我们就是一个中国的这种就是观念或者这种理念的挑战，我觉得它真正从现实当中，它对局势的影响或者能产生什么重大的这个局势的变化都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